未来5年我们投资什么赚钱概率更高，我们如何入场，这是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前几年讲黄金所有的研报，所有的这个财经作者也好，所有的也好，什么决定着黄金的走势？实际利率，就是它是我们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实际利率呢，以前都是反向，从2022年开始呢，实际利率大幅的往上涨。这儿呢，看黄金应该往下你看实际利率往上，可是挡不住黄金，看到了吗？往上走2年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一句话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我一个字都没改的拿过来，我觉得特别好，我要分享给你们当一个系统从一个稳态走向另一个稳态的时候，原来那些被忽略的长周期叙事逻辑会剧烈的起作用，以一种对抗性的方式颠覆稳态中的短周期逻辑，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当系统从一个稳态走向另一个稳态，就这个周期复苏、繁荣、衰退、萧条跟衰退这一块，在这个位置就要产生剧烈的这个变化跟摩擦然后原来的那些被忽略的长周期的叙事逻辑，比如说像康波周期这样的，会突然间的剧烈的起作用，以一种对抗性的方式颠覆稳态中的短周期逻辑。就是大家会看到很近的东西，比如说10-20年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走势，相对稳定，但是呢在这个长周期变换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突然间对这个短周期形成对抗性的反向的作用，这个短周期就不好使了。所以以前康波周期呢，它比较缓慢，对这种短期的影响看不出来，可是现在它突然间的爆发了，就从另外一个方向对短周期产生了作用。就像黄金这样的，我们说什么康波周期在萧条期的时候，黄金是大幅度上涨的。虽然短周期这个实际利率把黄金往下拽不动了，就这个卡车它本来是缓慢的行驶，现在它突然间开始加油了，就 hold 不住了。我们再往下看，很多人讲说康波周期消失了，其实说实话从1920几年、30几年开始讨论，一直到现在100年了。这100年当中，经济学家这个两派，有人说承认，有人说不承认，对吧？这100年就没有停过，谁也没有完全赢过。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谁也没有完全赢过呢？你看前面可以看到，后来就这样了，说康波失效了。这是商品价格，英国跟美国的商品价格。康波从什么时候开始讨论康波大概是这一个阶段开始讨论，明白吗？所以我们说康波呢是50到60年，一个人的这个黄金年龄还没有这么长呢，对吧？等你成年了，你工作可能也就30-40年是你的黄金年龄。所以其实50-60年是一个超长周期的一个东西即使我们回去看过去能够拿到的200年的历史，康波周期也没有几轮。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自从康波周期被讨论以来，这100年来两拨人，有的人说它存在，有人说它不存在，一直在对抗，谁也没赢过。为什么谁也没赢过？支持康波的会发现，就是在某些时候你短周期你解释不了，我康波才能解释。反对康波的呢，就说你看我看不到了，而且呢你的这个样本太少了，因为你一共才那么几轮，你拿不出来50轮康波周期来告诉我说它确实存在，它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所以说它这个争吵一直就没有停过。那么我们今天不详细去讨论怎么样，我呢是认为康波周期是存在的。为什么？因为确实就是有这样的时候，短周期不好使了，尤其是在萧条期，每一轮康波的最后的萧条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稳态，一个这个周期转向另一个周期这个破灭的时候，幻灭的时候
那我们说这康波呢，其实本质上它的数据是一种价格，是商品的价格看出来的，就是在这个商品用货币来表示之后，货币开始超发了，所以这个康波就看不出来了，是吗？所以我们用什么来看？我们用黄金来看。当我们把物价用黄金转换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康波从未走远，它一直都在，看到吗？1轮、2轮、3轮、4轮，这是第5轮的后面萧条期。因为当你用美元去表示价格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直在往上走，因为美元一直在超发，一直在发，所以它的这种波动就看不出来了。可是当我们用全球储量有限的黄金来代表的时候，会发现康波一直都在，看到吗？1轮、2轮、3轮、4轮、5轮。那我们讲说，我们为什么要讲康波？康波特别重要。萧条期是从2019年开始，未来10年就是这一轮第5轮的康波萧条期，所以就是理解未来10年的行情是特别重要的哈。好了，那我们说呢，未来10年就是这个从一个稳态走向另一个稳态的过程。大家可以查一下康波萧条期的这个商品的走势。那么我们说康波是怎么来的？熊彼特的理论呢，就是康波是技术推动的一个新的发明，比如说互联网发明出来之后，从一个最开始的这个引领国开始逐渐的扩散，然后追赶国学到这个技术以后呢，快速的追赶。好，我们看哈，这个是刚开始这个国家发现了，然后它开始发展，对吧？是这个速度。最后可能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追赶国发现，哎，这个技术我可以学来很快，这样的速度，它比这个引领国还要快。你们想象一下，中国是不是这样？发现你这个技术以后，我马上跟进，然后你前面这些路呢，我用更快的时间走过去，然后快速的上行，超过你，我的 GDP 增速快速的超过你之后，然后当这个产品这种技术已经普及到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的时候，看不到更多的利润的时候，这个引领国就不愿意跟你合作了，不会再给你技术了，就会发现什么？逆全球化。然后怎么样？你们想象一下，你们的孩子学的知识，在这种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其他的追赶国的大学就开始开相关的课程，然后开始学计算机、互联网，对不对？英语，然后就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发展期。最后发现什么？所有的技术都已经渗透到全世界几乎各个角落的时候，这一个行业几乎就发展完了，到头了，明白吗？然后怎么样？他就不愿意跟其他国家合作了，引领国。我们会发现什么？逆全球化就产生了。逆全球化以前是美国跟日本，记不记得？再往前是英国跟美国，明白吗？现在就是美国跟中国，我不愿意跟你合作了，因为利润有限。所以每一轮呢，都是一个新的技术起来的时候，新的技术向全球去起来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这个不仅对于我们投资很重要，对孩子的教育更重要。我们讲说你追赶国，你到这个位置，你去学相应的技术，你后面的20-30年，在你人生的这20-30年，你赶上这个行业是这样，你的教育是 OK 的，明白吗？可是你会发现，如果已经在这个时候，你再去学这个东西，你后面30年的从业你会怎么样？明不明白？所以给孩子们选专业的时候，要选什么样的专业？要选基础行业。什么叫基础专业？像物理就是基础专业，很多东西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出来，数学也是，文学都是，明白吗？像 AI 这些呢，就可以在物理上、数学上发展起来，这些都是可以轻易的换行业、跨行业的。所以呢，从这个技术开始发展到最后特别就是它增速最高的时候是30年。为什么要用英国跟美国？因为英国跟美国的数据是最长的。现在在大街上经常看到有的车都是30-40年前的车，人家前面数据全能够拿到足够多的数据，就是这2个国家。好，
我们去看一下前面哈。我们看第一轮康波，呢，生铁路嘛，对吧？好，大概就是一个这样，最高增速差不多是这种时候。然后第二轮是什么？钢跟电发明出来了，对吗？钢，然后普及，在这种时候是个增速高点，不是普及率的高点。然后呢，后面这一轮呢，到19世纪呢，就是汽车跟航空了。所以我们会看到美国这边呢，很多汽车是1977几年的。然后离我们最近的这一轮呢，康波第5轮，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这一轮，是互联网跟智能手机，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对吧？它如何普及到每一个角落，它的渗透率如何在我们这一代成长的过程当中快速的普及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包括智能手机也是。这是康波的一个理论。到我们现在目前处在这个位置，是从一个稳态向另一个稳态过渡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讲说，那康波，你说康波存在，对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证据哈？证据在这里，看到吗？这个在过去的这个萧条期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个专利数就下降了。然后在一个新技术产生的时候，专利数是最底部，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发明是很少的。那目前呢，现在这个专利的数量还在这个高位，还没有到一个最低的位置，还需要下来。然后呢，在触底的时候就是一个复苏期，就是新的技术正在产生，因为新的技术就真正的发明还是极少数的。然后以前那些发明呢，该发明的全都发明过了。像什么智能手机，你再怎么更新，你会发现变化可能没有那么大了，因为它已经渗透到，它已经都发展到极限了。那它要产生新的技术，会发现，这个专利在急速的下降到一个极点，最后再重新的开始，基于新的技术不断新的发明出来。从专利上可以看出来，看衰退都是在高点，这个衰退都是在发明的高点，都是在高点。好，这是一个证据。还有一个证据，什么是新的企业？真正在复苏期的时候，新的企业是大幅度的上涨的。创业嘛，新的企业基于新的技术去创业，现在还没有，看到吗？现在还没有，是这种位置。那我们说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大概率的确定，目前现在就是康波萧条期。如果按照数据来看的话，可能就是2019年开始的萧条期。那么基本萧条期是10年左右。那我们可以差不多就讲说2030年以前是一个稳态，长周期的稳态向另外一个稳态过渡的那个激烈的一个过程，逆全球化，大家争执也很多，困难也很多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大宗商品的黄金投资期，因为在萧条期的时候，大宗商品从历史上来看，它就是跑得很好，比别的东西跑得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理解康波萧条期的这一个定位。这个定位告诉我们未来几年要做什么，要投什么，孩子们要学什么。好，我们理解了康波萧条期，